汤姆·索亚历险记，马克·吐温。第35章。大家可以想到，汤姆和哈克得到很多钱，让圣彼得堡这个小地方非常激动。这么多钱都是现金，让人觉得很奇怪。大家都在说这件事，做梦都梦到这件事，说得越来越大，让很多人的想法都变了。圣彼得堡和附近村庄里所有的鬼屋，都被人一块一块地拆开，地基也被一块一块地挖开。人们想找到藏着的宝藏。做这些事的不是孩子们，而是很多大人，他们平时都很认真，不相信这些事。只要汤姆和哈克出现，人们就热情地对他们好，羡慕他们，高兴地看着他们。以前，人们不觉得他们的想法重要，但现在，他们说的话都被大家记住，而且经常说给别人听。他们做的每件事，大家都觉得很特别。看起来，他们已经不能像普通人一样说话和做事了。还有，人们还说了他们以前的故事，发现他们从小就很特别。当地的报纸还写了关于这两个孩子的文章。道格拉斯太太把哈克的钱存起来，每年给他6%的利息。在波利阿姨的建议下，法官撒切尔也帮汤姆把钱存了起来，利息也是6%。现在，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多钱，一年中每个工作日可以得到$1，星期天可以得到半美元，这和牧师挣的钱差不多。也就是说，虽然牧师总是拿不到那么多钱，但答应给他的钱是这么多的。在那个时候，一个星期$1.2毛5就够一个孩子吃饭、住的地方和上学的费用了，甚至还可以给他买衣服和洗衣服。法官撒切尔觉得汤姆很棒，他说，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孩子，不可能把他的女儿从山洞里救出来。贝基悄悄地告诉法官，汤姆在学校替他承担了本应该他受的惩罚。法官听了非常感动。贝基想解释汤姆为了不让他受惩罚而说谎的事。法官激动地说，这是一个好的谎言，一个可以和乔治·华盛顿诚实的故事一样流传下去的谎言。贝基觉得，当他的父亲一边说，一边在地上踢了一脚时，他看起来从来没有这么高大和了不起。他跑出去，把这件事告诉了汤姆。法官撒切尔希望汤姆将来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律师或者军人。他说，他会想办法让汤姆进入军事学校，然后在全国最好的法律学校学习，这样他就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职业，或者2个都选择。哈克·费恩有了钱，又受到了道格拉斯太太的保护，所以他进入了上层社会，也可以说他被拉进了上层社会，这让他非常痛苦。道格拉斯太太家的佣人把他打扮得很干净，给他梳头，让他每天晚上睡在干净的床上。他必须用刀和叉子吃饭，必须用盘子、杯子和餐巾。他必须读书，必须去教堂，必须说很好的话，这让他觉得说话都没意思了。他不管走到哪里，都被文明的笼子困住了。他努力地忍受了3个星期，然后有一天，他消失了。整个城市到处找他，找了2天2夜。大家都很关心这件事，把附近的地方都找遍了，还在河里找他的尸体。第3天早上，汤姆凭着感觉，在一堆旧桶后面找到了他。哈克睡在那里，刚刚吃完他偷来的东西，正舒服地躺着抽烟。他很脏，头发很乱，身上穿着以前的旧衣服。汤姆把他带了出来，告诉他大家有多着急，想让他回家。哈克听了以后，看起来很不高兴。他说，汤姆，别说了，我试过了，不行，这不适合我。道格拉斯太太对我很好，也很关心我，但我受不了。她每天早上都让我准时起床，让我洗脸、梳头，
还让我穿那些让我难受的衣服。我觉得我不能呼吸了，而且那些衣服太薄了，我不能坐，不能躺，也不能随便动。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在地下室的入口处滑下去了。我必须去教堂，听那些没意思的话，而且整个星期天我都必须穿着鞋。道格拉斯太太吃饭的时候要敲钟，睡觉的时候要敲钟，起床的时候也要敲钟，一切都太有秩序了，没有人能受得了。汤姆说，但是，哈克，大家都是这样生活的。哈克说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不是大家，我受不了，这样太难受了，而且我现在很容易就能得到食物，这让我觉得食物不好吃了。我想去钓鱼，想去游泳，甚至想咳嗽，都要得到别人的允许。还有，我必须说那些好的话，这让我不想说话。我每天都要到阁楼里说一些坏话，这样我才能舒服一点，不然我会死的。道格拉斯太太不让我抽烟，不让我大声说话，不让我张开嘴巴，不让我伸懒腰，也不让我当着别人的面挠痒痒。然后他生气地说，而且他总是祈祷我必须离开，不然我会死的。还有，我还要去上学，我受不了。汤姆，有钱并不像大家说的那样好，你必须一直努力，一直努力，想要早点死。我喜欢这些衣服，我喜欢这个桶，我不想离开他们。如果不是因为那些钱，我不会这么痛苦的。你把我的那份钱拿走吧，偶尔给我1毛钱就行了，但是不要经常给，因为我不喜欢那些很容易得到的东西。你跟道格拉斯太太说说，让她放过我吧。汤姆说，哈克，我知道我不能这样做，这是不对的。如果你再试试，你会喜欢的。哈克说，喜欢，就像我喜欢坐在火炉上一样。汤姆，我不想有钱，我不想住在那些让我难受的房子里。我喜欢树林，喜欢河流，喜欢桶，我要和他们在一起。真是倒霉，我们本来可以成为强盗的，现在却因为这些事，什么都做不成了。汤姆觉得他的机会来了。他说，哈克，有钱不会让我不能当强盗。哈克说，真的吗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，汤姆？汤姆说，当然是真的。但是，哈克，如果你不好好生活，我们就不能让你加入我们的队伍。哈克听了以后，不高兴了。他说，你们不能让我加入吗，汤姆？以前，你不是让我当海盗吗？汤姆说，是的，但是这不一样。一般来说，强盗比海盗更厉害。在很多国家，强盗都是贵族。哈克说，汤姆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你不会不让我加入的，对吗？你不会这么做的，汤姆。汤姆说，哈克，我不想这样做，但是别人会怎么说呢？他们会说，汤姆索亚的队伍里有一些人不好，他们会这么说你。你不会喜欢的，我也不想让他们这么说。哈克沉默了很久，他心里很矛盾。最后，他说，好吧，那我再回到道格拉斯太太那里1个月，我再试试，看看我能不能受得了。如果你让我加入你们的队伍，我就回去。汤姆说，好，就这么定了，哈克。你跟我来，我会让道格拉斯太太对你放松一点。哈克说，真的吗，汤姆？太好了，如果他能在我受不了的事情上放松一点，我就可以偷偷抽烟，自己说坏话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当强盗呢？汤姆说，很快，我们会把孩子们都叫来，今晚就举行入伙仪式。哈克说，举行什么？
汤姆说：“入伙仪式。”哈克说：“那是什么？”汤姆说：“就是发誓要保护彼此，永远不告诉别人队伍的秘密，即使有人打我们，也要杀了任何伤害我们的人，还有他们的家人。”哈克说：“这太有意思了，我喜欢。”汤姆说：“当然，还有，我们必须在半夜，在一个最可怕的地方发誓。鬼屋是最好的，但是现在鬼屋都被拆掉了。”哈克说：“好吧，只要在半夜发誓就行了。”汤姆说：“是的，还有，我们必须在一个棺材上发誓，用血写下我们的名字。”哈克说：“太棒了，我会一直待在道格拉斯太太那里，直到我死去。如果我成为一个伟大的强盗，大家都说我想他会为他曾经在街上收留我而感到骄傲的。”